不过，《华盛顿邮报》也提醒，美国的国防专家已经在国会听证会上指出，若拜登政府继续大量交付作战物资给乌克兰，美军的武器库存恐半年内耗尽。德国画报披露，德国答应援助乌克兰的猎豹自行高炮面临弹药紧缺的现状。德国国内这类弹药仅剩23000发，只够打20分钟。猎豹自行高炮的弹药是由瑞士生产，但瑞士上周日以中立国为由，拒绝德国提请的弹药输出许可。随着战争的持续，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可能会逐渐减少，要求乌克兰不惜一切代价接受停火的声音可能会越来越大，时间可能会站在俄罗斯那一边。我估计这也可能是俄罗斯军队的一个战术、一个策略，就是让你乌克兰把北约军队的武器弹药彻底消耗光，然后再也没有力量同俄罗斯进行持续的军事对决。所以我想的话，战事即使5月不能结束，6月不能结束的话，7月份乌克兰军队已经没有炮弹，没有装备，甚至可以起飞的飞机都没有了，靠什么来决战呢？那么我认为还有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俄罗斯的广播电台和这个俄罗斯的卢布都已经在俄罗斯南部的赫尔松州呢，已经进行了一个普及了。那么俄罗斯如果强化了它在南部的这样一个以战区域的巩固的话，其实对于它这个后勤保障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后方稳定的话，那么我认为俄罗斯取胜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随着西方国家军援的速度加快和转向提供重型武器，俄外长拉夫罗夫指出，北约持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实质上已经通过代理人进入一场对俄战争。拉夫罗夫还特别提醒，俄罗斯的原则立场是核战争不可接受，但现在局势已经恶化到发生核冲突的危险真实且严峻，发生核战争的风险非常大。美国防长奥斯汀随后在德国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则针对性表态，美国和盟友将竭尽全力防止冲突失控。俄总统普京周三在俄立法委员会会议上继续警告称，如果外部势力试图干涉乌克兰局势，并对俄罗斯构成战略威胁，必将遭到俄罗斯闪电般的打击。俄罗斯拥有别人没有的工具来做这件事。то они должны знать, да, и будут создавать для России неприемлемые для нас угрозы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характера, они должны знать, что наш ответно-встречные удары будут молниеносными, быстрыми. У нас есть для этого все инструменты, такие, которыми не может сейчас похвастаться никто, а мы хвастаться не будем. Мы будем их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если потребуется. И хочу, чтобы все об этом знали. 分析指出，核武器很多国家都有，但能搭载核武器的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只有俄罗斯有。萨尔马特导弹可携带10到15枚分导式核弹头，也可搭配先锋高超音速滑翔弹头。弹头采取先进的突防技术，射程最远可达1.8万公里。4月20号，萨尔马特试射成功后，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该导弹能够突破任何反导系统，在世界范围内没有类似的型号，未来短时间内也不会有。美国外交学会研究员、外交双月刊主编吉迪恩·罗斯周一发表文章称，俄乌冲突演变为核战争的可能性不大。无论如何，普京都不会使用核武器，不是因为心肠软，而是因为头脑冷静。俄乌双方要么是通过谈判达成一项涉及领土原状的解决方案，要么是沿着两军在东部地区陷入僵局的接触线，逐渐平息成一场被冻结的冲突。值得注意的是，在俄乌冲突将俄美关系推至几十年来最低点时，美国和俄罗斯周三交换了囚犯。俄罗斯释放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特雷弗里德，以交换俄罗斯飞行员亚罗申科。路透社报道，援引美方官员称，对于交换囚犯的谈判已经进行了3个月。最近有关这个特定问题的对话加快了速度。美国官员表示，本次交换囚犯不是外交谈判的一部分，也不代表美国改变了对乌克兰局势的态度。但是，即便在和平时期，这种出人意料的换囚也是值得注意的外交动作。